doesn't make sense to have tariffs and be divided, and even to threaten now with additional tariffs. This is crazy. This is, I mean, I do regret that. Do not retaliate. Do not retaliate. The president will be here tomorrow. Be here tomorrow. 一直被大家笑话是软柿子、受气包的欧洲，终于硬了一回。这领头呢是德国那个副总理克林贝尔，这个家伙在1月19号突然放了个大炮仗啊！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欧洲不忍了，我们要对美国的关税威胁做出一致且明确的强烈回应。这消息一出来啊，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好家伙，兔子竟然还咬人呢！何况是这个手里面攥着大众、奔驰啊、空客这些大家伙的欧洲，这就叫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欧洲这回啊，算是彻底不想当孙子了。那这事儿的起因吧，纯粹就是美国那边自找的。现在的美国政府啊，那就是个典型的路霸啊！你看看这几年啊，美国那可是逮谁咬谁。前阵子刚说要买这个格陵兰岛，人家丹麦不卖啊，他就威胁要加关税。这回更狠啊，直接拿欧洲8个国家的关税开刀了。这美国的心态是啥呢？他就觉得吧，欧洲，那就是我家后院养的羊，我想剪羊毛就剪羊毛，想吃羊肉就吃羊肉，你们敢反抗？你们的国防都靠我保护呢，你们的能源都得买我的呢，借你们俩胆儿，你们也不敢。所以呢，美国这次啊，是一边把关税大棒呢砸在欧洲8国头上，一边呢还惦记人家格陵兰岛。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既要钱又要地，吃相难看到跟3天没吃饭的饿狼似的。在商业规则里啊，咱们讲究个买卖不在人意在，在美国这儿呢，那就是买卖必须成，不成我就把你摊子给砸了。他这纯属啊是把这个欧洲啊当软柿子捏，但是他忘了一件事儿，这软柿子里面吧，它有时候也藏着钉子呢。以前欧洲为啥忍呢？因为欧洲呢一直抱着一种幻想，一种特别天真、特别幼稚的幻想。他们就觉得哎呀，美国可是我们的大哥呀，我们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啊，我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啊。大哥呢，可能就是一时的脾气不好，咱们就忍一忍吧，让一让，多买点大哥的大豆和天然气，大哥消气就好了。大哥，你别生气，这钱我交，这地咱能不能再商量商量？结果呢，这一忍再忍，换来的是什么呢？是海阔天空吗？屁哦，换来的是得寸进尺，换来是变本加厉。你看看之前的钢铝关税啊，再看那个后来的通胀削减法案，哪一次不是直接挖欧洲的墙角啊？哪一次不是拿欧洲的血去补美国的窟窿？美国呢，这就是仗着自己的实力强，把那个所谓的盟友情分啊，当成了厕所门口的擦脚布啊，用完了就踩，踩完了就扔。那这回欧洲终于想明白了啊，或者说是被逼到悬崖边上了。他们发现啊，跟着美国这种只讲利益不讲情义的主打交道，你退一步啊，那就是万丈深渊啊！你今天割让了关税利益啊，明天他就敢要你的核心产业。那你明天让出了格陵兰岛，后天他就能把导弹架在你家卧室门口。所以呢，这次德国站出来了，欧洲站出来了，他们终于明白了，都懂了道理。对霸权妥协换不来安宁，只有硬杠才能守住阵地。We do prefer respect to bullies, and we do prefer rule of law to brutality, and dismantling of the tariff between US and Europe. What doesn't make sense is to have tariffs between allies. We can be put in a situation to use the anti-coercion mechanism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Can you imagine that? This is crazy. 那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这次欧洲拿出来的反击手段是不是吓唬人的花架子？那是真家伙，特别是那个反胁迫工具，这个词儿吧，听着挺绕口的是吧？我给你翻译翻译啊，这就是欧盟啊，在2023年才生出来一个大招。那当时弄这个东西的初衷呢？你猜是为了对付谁？当初不少欧洲政客心眼坏啊，本来是想弄这个玩意儿呢，将来用来对付咱们中国的。他们想着万一这个中国要是制裁他们就用这个工具反击。结果呢，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叫
造好了一根打狗棒，结果发现咬人是自己家的狗。现在呢，这根原来给别人准备的棒子结结实实抡到了美国人脑袋上，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太讽刺了，太解气了。那这个工具它到底厉害在哪儿呢？它可不是那种口头抗议发个声明说我强烈谴责不，那可没用。这个反胁迫工具一旦启动那是一整套的组合拳。第一呢，限制你的投资，你美国公司想来欧洲投资建厂，对不起，门都没有，审批不通过。第二，限制采购，你美国想卖给欧洲政府东西比如什么软件设备，对不起我们不买，把你拉入黑名单。还是第三，更狠的卡你的知识产权和金融服务，你想在欧洲打官司保护专利你想用欧洲的银行转账，对不起给你冻结了。你琢磨琢磨，这欧美之间的经济联系多紧密那可是盘根错节美国的大公司像什么谷歌、苹果、特斯拉，在这个欧洲都是有着巨大的市场的。要是欧洲真的把这套工具用足了，限制他们在欧洲赚钱，那美国的股市不得跌个跟头？那华尔街的大鳄们不得把白宫的电话给打爆了？所以说，克林拜尔这次宣布可能启动这个工具那就是直接掐住了美国的7寸。这就好比两个人打架，以前欧洲呢只会护着脸挨揍，现在欧洲突然从怀里面掏出一把扳手，指着美国的膝盖说：“你再动我一下试试我这一扳手下去你下半辈子就得坐轮椅。”这个威慑力跟以前那可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你别吹了，欧洲那点实力跟美国硬刚，那不是找死吗？那不是杀敌1000，自损800吗？你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确实，跟这个美国打贸易战呢，欧洲肯定也疼。那毕竟美国它也是大市场但是你得看看现在的形势，欧洲还有退路吗？现在的欧洲经济那是啥样那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自从这个俄乌冲突以后，欧洲的廉价能源没了，电费、气费涨上天制造业那是哗哗的往外跑。这德国呢，作为欧洲的火车头现在跑的跟老牛拉破车似的呼哧带喘。这个时候如果美国的关税大棒再砸下来，那欧洲剩下这点家底什么汽车钢铝、航空、奢侈品，那就这样完犊子了如果再不反抗，欧洲就彻底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了。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找死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与其坐以待毙等着被美国一点点吸干血，不如现在就破釜沉舟，主动反击，哪怕拼个两败俱伤，至少能把美国打疼了让美国知道欧洲不好好惹，这样呢才能把美国逼回谈判桌上，掌握一点主动权。而且你发现没有这一次可不是德国一个国家在战斗，以前欧洲总是心不齐德国想干啥呢？法国反对，法国想干啥呢？波兰反对。美国最擅长的就是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但是这次不一样法国那边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呢，马克龙早就喊着要战略自主早就看不惯美国的霸道了。这次这个德国一硬起来法国肯定是在后面举双手双脚赞成。这叫什么呢？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欧盟内部要是达成了共识，那个力量可不容小觑你别忘了欧盟加起来那也是全球数一数二大市场。这美国的农产品，那个大豆、玉米得卖给欧洲吧？美国的科技产品那个是大头得卖给欧洲吧？美国的液化天然气，现在欧洲可是大客户真要是全面开打，美国那些种大豆的农民，那些搞天然气的能源商，那些硅谷的科技新贵，谁的日子也好过不了。特朗普或者那些美国政府他们的算盘打得挺精的，觉得这个欧洲不敢反抗，这就是一场赌局美国赌的是只要我一瞪眼你就得跪。可是这次呢，欧洲偏偏把桌子给掀了，大喊一声老子不赌了，老子要给你比划比划。这一下轮到美国傻眼了这事咱得往深了看。欧洲这边反击那表面上看是为了那点关税，
为了那几个点的 GDP， 但是实际上这是在争夺命根子啊，经济自主权。你看这些年啊，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那真是脸都不要俩。他不光是打压中国，他对盟友下手是更狠。从这个加拿大的铝到墨西哥的车，到日本的汇率，再到欧洲的各行各业，只要威胁到了美国的利益，或者说只要美国想抢钱了，没有一个能幸免。这欧洲人之前就一直活在一个梦里，他们觉得我有美国罩着，我只要听话就能有好日子。结果现在发现这哪是罩着，这是养猪呢，等猪肥了就杀。那通过这次格陵兰岛的事儿，通过这次8国关税的事儿，欧洲人算是彻底醒悟了。依附美国只会失去自我，唯有摆脱控制才能真正立足。这种战略自主的觉醒比单纯的省下那几个亿的关税意义可要大得多了。这就意味着这以后美国再想对欧洲指手画脚，再想让欧洲配合美国去制裁这个打压那个，欧洲可能就要掂量掂量了。凭什么我要听你的？你都要抢我的钱了，我还帮你打架，我傻？这对于咱们中国，对于全世界被美国欺负的国家来说，那绝对是个好消息啊！美国的霸权体系它就像是一座大厦。以前这个大厦呢，看是挺稳的，是因为大家都撑着它。现在呢，欧洲这根重要的柱子开始晃悠了，开始想撤劲儿了。这个大厦还能撑多久可就不好说喽。那当然了，咱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也得看清现实。欧美之间那个关系吧，它也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形成的。你真要让这个欧洲跟美国彻底撕破脸，彻底决裂那个难度可是不小的。首先吧，这欧盟内部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有些还是挺听美国话的，毕竟指望着美国防着俄罗斯呢。启动这个反胁迫工具吧，它需要欧盟成员国有效多数同意。到时候这个美国肯定会使坏肯定去拉拢几个小国搞破坏，搞反对票。其次这个美国手里的牌也不少除了关税，它有这个金融手段，还有这个情报手段，甚至呢还能在欧洲周边制造点混乱，逼着欧洲就范。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克林贝尔这只出头鸟呢已经飞起来了，这第一枪已经打响了。这就像是一个长期受家暴的媳妇儿，以前呢只会哭，今天他突然拿块板砖拍在桌子上说：“你再动我家试试，日子不过了。”就算最后没有拍下去那个家暴男心里会咯噔一下，以后下手吧他也得掂量掂量。这就叫姿态，这就叫底线。霸权从来不会手下留情，你越软呢他越硬，你越贵他越踩。想要不被拿捏，就得有敢硬刚的勇气，更得有抱团取暖的智慧。德国这次带头如果能扛住美国的第一波压力，如果能把这个反制措施真的落地一两项，那么全世界都会看到，原来美国也是个纸老虎，原来美国也是可以反抗的。这就会产生破窗效应。以后日本敢不敢反抗？韩国敢不敢反抗？南美国家敢不敢反抗？美国呢，要是还抱着那种盟友可以随便拿捏的心态胡来，迟早会被全世界反噬。而欧洲这边反击或许就是改写全球贸易格局的开始。咱们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欧美联盟的分可能就从这几张关税单子，从这几个被威胁的国家，从那个寒冷的格陵兰岛开始了。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2020年刚开年就这么热闹了，我估摸着今年这个国际局势还得更精彩。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